哥们儿，你的感觉是对的啊，我也约会过越南的，我约会过越南河内的、胡志明的、富国岛的啊，我都约会过。但是怎么说呢？就越南的女生就跟20年前的15年前的中国女生差不多吧，就不怎么看脸，其实没那么看脸。为什么呢？因为就连我这逼样子都会被夸成帅哥，你们就知道了，就不是那么看脸。我都会被说像帅哥，那就说明他们没啥审美啊，分不清369等啊。反正只要说我是帅哥的人，一定没有见过帅哥，因为我肯定不算帅，我只能算中等偏上一点。对呀，剑桥的嘛，我知道，环球小姐嘛，兄弟，我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人聊过天，我知道，见过面，我知道呀。而且他当时是有男的一起的嘛，我知道是剑桥的呀，那又怎么样呢，兄弟？不是你看你自己还你这个叫什么？还没开始打仗呢，你自己就怯场了。对吧？我根本就不关心他是不是剑桥的呀，我也不关心他是什么环球小姐，我也不关心他 ins 上面有多少万粉丝，不重要，因为我这觉得人天生平等啊，你就算是你是那个古代的时候你是公主，你是皇帝的女儿，我也不怂啊。你是平民百姓的女儿，你是皇帝的姑娘，我都一视同仁啊。我只关心一个东西，就是你这妹子我今天有没有机会拿下，或者说你对我有没有窗口，以及你正不正，我只关心这几件事情。他什么价值我根本不看的，就是他如果我送你们一句话，这价值再高，他剑桥哈佛毕业的，他 ins 有100万粉丝，他再怎么样身份尊贵，其实如果你跟你没关系，那还不如找个普通人呢。所以说我其实不是很看重这些，只是恰巧我搭讪的这个女生刚好条件很优秀，只是一个巧合。对，抱着一个空杯心态嘛。空杯你不用帮我开，我知道，我又不是没了解过啊，不用帮我开啊。我们再等一会儿就讲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讲今天的主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不要闲扯淡啊。有没有什么比较接地气的问题？自然卷，烫的，我是细软塌，烫的都是烫的头发。多闲扯一会儿，那你们得提供几个闲扯的话题啊，得提供几个闲扯的话题啊，是不是？异地恋怎么谈？你是跟他在一起之前你们是异地，还是说已经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被迫异地了？比如说毕业了，比如说他要出国留学了，比如说你俩工作调动分居了啊，是什么情况？是还没在一起之前就是异地，还是说在一起之后是异地了？这个很重要。在一起之前是在一起之前就是那这个很好维持啊，就抖音互关嘛，小红书互关，然后天天分享动态，然后固定睡前视频20分钟啊，睡前固定20分钟。蛇哥怎么看？蛇好朋友啊，蛇哥没什么不怎么看，我上看下看，好朋友怎么看？杭州这个城市必须要帅逼适合去吗？不是，绝对不是。哎，给你们讲一个题外事儿吧，就是因为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回国的时候呢，没有直飞的飞机，所以我就中转了香港，就是我是从这个印尼的
最大的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雅加达，然后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上海。那么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也就是说我经历了3个大城市，对吧？那么这3个大城市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呢？感官上的这种体验呢？首先先说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雅加达啊，就感觉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啊，第三世界的首都那种感觉一样，很大，然后人就是交通基建这些肯定是不如中国的啊，这是远远不如的啊，不管是那个高架呀、地铁啊什么，而且非常堵车，这个当然也是东南亚的城市的通病啊，就什么曼谷啊、吉隆坡啊这些那的其实都有这个特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发现虽然说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他们的人均 GDP 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是很高，经济不是很富裕，但是没有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就是脸上还是有那种活人的气息的，生机盎然。但是有些城市即使它经济很好，你会发现那里的人每天都跟牛马一样，脸上面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这样的城市是什么呢？啊，我点名深圳。我觉得深圳就是这样的，就深圳经济很发达，但是你看到那边的人就感觉都是社畜和牛马，特别是地铁里啊，一个广州的地铁，一个深圳的地铁，那我的天哪，感觉就沙丁鱼罐头，就是感觉这里面的人每天都是有一首歌叫什么，叫努力的活着，都在用力的活着这种感觉。但是这个东南亚的城市啊，不管是曼谷，不管是河内，不管是胡志明、吉隆坡啊、雅加达这些，它虽然经济不是很好，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高，但是每个人活着很有动力，工作也很积极，就哪怕外卖小哥都完全不一样啊！你在国内点的外卖，那小哥说实话很应付，但是你在国外用 Grab 点的外卖，就小哥感觉人送外卖也很开心啊，就那种感觉，就送外卖没觉得这件事情有多苦多累，很积极很阳光，真的。而且我记得我在几年前的时候我去到那个普吉岛，当时我包了个船出海啊，也不是自己包的，就跟一群人包了一个船出海跳岛游。就因为你们知道海岛最好玩的不是在本岛，而是去周边的那种小岛，因为小岛的人比较少，所以海滩没有被污染，它的海比较清澈。比如说那个普吉岛周围的什么斯米兰这种地方，对吧？当时我坐在船上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呢，因为把妹把的太多了，我的性格是比较活泼外向的，喜欢找人说话。那么我在船上就跟那不知道叫导游还是船长，我就跟他聊天啊，他跟我说，他说他有他妈的6个老婆，他跟我说他有6个老婆。当然了，这个泰国它并不是一夫多妻制，所以说这个6个老婆，我认为应该他想表达的意思，因为他是用中文说的，他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他有6个女朋友的意思，就肯定不是那个合法的夫妻。而且那个逼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帅哥的话，那他在我眼里只有2分，就全身黑，就是晒得黢黑，因为都是出海的嘛，每天被晒也不，就算你再防晒也没有用，很黑很矮，但是人家有6个女朋友。所以我为什么我很喜欢出去乱跑呢？就包括最早开始巡回撩妹的人，全世界第一个巡回撩妹的人就是我啊！我可以这么说，全世界不能说吧，全中国全亚洲第一个巡回撩妹的人就是我老吴。我为什么喜欢到处乱跑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在到处跑的情况下，我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人的风土人情以及他们的行为习惯，我能长见识，增加自己的见闻。那么这个就是我一个见闻，就是我当时我就意识到，很多时候啊，我就立马就想到很多哥们儿跟我说，我很矮，我很丑，我很黑，那我他妈找不到女朋友，我怎么脱单呢？那我想想，人家这个现成的例子在这里摆着，也很黑，也很丑，对吧？也就这样，也肯定没钱，因为他跟我说他一个月只能赚3000块钱，就折合人民币的话啊，6000泰铢，6-7千泰铢吧。
啊，我就知道他肯定也没钱啊，那人家不影响人谈6个女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还是你能不能找到女朋友，你的情感生活是什么样子，其实还是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从雅加达我飞到了香港嘛，那我就发现香港就一下子就跟那个其他的亚洲城市就不太一样了，就是明显感觉就是首先人工作比较那种节奏就比较快了啊，走路就很快，不是那种闲庭散步，不是那种悠哉悠哉的样子，就是工作的，特别是在那个中环，在中环 CBD 那一块，就每个人就是基本都是清一色的，戴个眼镜，不戴眼镜的呢就留个背头，然后穿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要么就穿西装，要么呢就穿那种衬衫啊，清一色的衬衫或者西装，金融男的打扮啊，清一色的金融男的打扮，然后手里永远端着一杯冰美式，当然了，具体什么咖啡我不知道，反正肯定端着一杯咖啡，要么就是手里捧着电脑，然后每一个星巴克，每一个咖啡厅里面永远是座无虚席，为什么呢？因为都在敲电脑，都在工作，都在打电话，都在聊工作，是吧？所以说我在香港我就发现这个城市就来这里肯定就是为了搞钱的，因为这压力太大了，节奏太快了，在这我觉得我是不想把妹的啊，我是不想把妹的啊，我只想就是在这努力工作，只想在这里他妈赶紧赚钱，赚了钱赶紧买房怎么样？然后从那个香港又回到了上海，就是回到我现在在的地方，那改变就不一样了，又是另一种感觉，就是上海就更加适合生活一点，我觉得上海比香港更宜居一点。其实但是大家可能这个时候想说了，那上海还宜居嘛，一线城市对吧，货币是吧，压力那么物价那么高，房价那么高，怎么可能宜居呢？其实是对比的，就是我从香港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上海的东西都便宜了，比起香港要便宜很多。然后而且上海它有，特别是恒富风貌区，就是以前的那个梧桐区嘛，就是法租界的地方，从复兴中路到安福路到武康路到那个什么什么淮海中路这一段，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适合 city walk 的，而这个地方是很适合生活的。其实除了房价会高一点，那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本地人，你没有房子的压力，你其实是在这里生活的很舒服的，因为上海的街道也很干净，所有好吃的好玩的也很多，就很适合生活。在上海的话，相比于在香港，如果说香港你是想奋斗，你是想赚钱，你看到高耸入云的那种大厦，你很想拼搏但是那么上海就是你很想在这里工作努力你很想在这里消费，在这里享受自己的生活啊，吃吃喝喝玩玩啊。而杭州又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这个之前那哥们儿说了杭州嘛，我才想到提一嘴这几个城市的。那么回到那个哥们儿说的杭州，我就又有话讲了，因为杭州我也生活过，我在杭州待过7、8个月。这个杭州它就有点割裂，杭州滨江区、萧山区、余杭这几个大厂聚集的区域呢，就程序员比较多的区域，就跟深圳的气质很像了啊，就是社畜牛马比较多，然后很压抑，很适合工作创业那种感觉。但是如果说是上城，是西湖那一圈，那就很安逸了，就有点像成都的感觉了，很适合生活，特别是下雪天的西湖啊，我建议兄弟们，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在冬天一定要去一趟西湖，真的很美啊，真的很美，特别是苏堤、白堤那块，我真的特别的叫那个特别的，我觉得这真是他们巧夺天工吧，用言语无法形容，真的画面感特别美。老吴来到上海，对啊，我人现在不就是在上海吗？你们在聊什么？
杭州感觉很多地方适合拍展示面。如果说拍展示面的话，那肯定是上海最适合。上海本身就比较容易出片，因为它有很多洋式建筑嘛，那西洋建筑，特别是梧桐区，就是法租界啊、艺租界啊这些地方。因为上海大家都知道这个100年前开埠的嘛，远东第一城市嘛，在远东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城市，东京都得往后稍稍的。所以它还是有很多这种比较出片的地方，而且上海的奢华酒店也比较多，就最好的酒店，比如什么阿里拉啊，那些什么华尔道夫，马上新开一个钱丹华尔道夫啊，什么爱迪逊啊、嘉佩乐这些，它有很多顶奢酒店，但是杭州就没有。杭州虽然是个旅游城市，但是杭州牛逼的酒店很少。你提到杭州，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个西子湖四季。西湖那个四季，而且很多年前的了，有点老了啊。外滩 W 是，但外滩 W 它的地段不是很好，它在北外滩，跟悦榕庄地段挺像的。但是它这1-2年都会开很多酒店啊，什么金普敦，什么那个马上要开的钱丹华尔道夫啊，还有以前开的什么浦东丽思卡尔顿啊，就是它的好酒店比较多。所以说上海就是你只要用心找，你在小红书上，在抖音上，你可以找到那种很适合拍照的地方。但是你要是在有些城市啊，比如说我讲一个郑州，比如说郑州这个城市，你真不知道去哪拍。我说实话，你想拍照，你真不知道去哪拍。什么济南、石家庄，咋拍呀？我真想不到，我觉得连个好酒店都没有，你怎么拍照呢？是不是？南京就不行，南京也有网红打卡的地方，比如说那个牛首山就很适合拍照，但是妹子拍的比较多，一般是妹子去哪拍。还有那叫什么地方来着？我记得也有一个地方挺火的，叫鸡鸣寺好像。一个月在上海 game 生活成本是多少？我没有在这生活啊，我只是不间断的来。就上海我是1年会来好多次那种，每次来这儿就住几天就走的那种。啊，可以聊主题了吗 ？OK 啊，先把问题回答完。酒店拍多了对把妹成本高，谁让你天天抱着酒店拍的，哥们儿？偶尔拍一下，只是随口一说而已。老吴他6个女朋友几分？肯定比他高，兄弟，肯定比他高分，肯定比他高分。省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省钱。是的，这就切中了我今天讲的主题，叫怎么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怎么花钱越花越值，越花越有啊。就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开源节流，那你们知道是开源重要还是节流重要呢？啊，其实我以前认为是开源比较重要，我想这个钱有什么好省的，对吧？理财有什么好理的？多赚点不就好了吗？但是现在我不一样，现在我觉得就是都重要，对，都重要。但是以前我认为开源就是赚钱比那个省钱要重要的多得多，就省钱这东西根本就不重要。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我现在认为就一样重要，特别是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经济形势的情况下，大家钱都不好挣，对不对？兄弟们，这个我在座，我觉得这个年薪100万的应该不多吧？就是钱这么难挣，所以你就不能乱花。钱就是你的稀缺资源，如果说你把自己的稀缺资源随意浪费的话，那么你就会恶性循环，你的资源是会越来越少的，越来越枯竭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节流也很重要。所以今天这个就是讲我们去具体，因为我们是个情感直播间，那我具体其实是讲在情感这一块怎么样把钱花到超值，怎么把钱不浪费，花在刀刃上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花在自己身上这一块怎么样去把它花在刀刃上。首先第一个就刚刚兄弟说的，展示面。为什么我要把展示面放到第一位呢？因为我觉得展示面这东西真的不是
很花钱。虽然说我自己不怎么拍，我其实不拍，我可以很坦诚的跟大家讲，是因为我要求比较高，并不代表我否认展示面的重要性。我是很认可展示面的重要性的，特别是对于很多新手，对于很多小白兄弟们，展示面太重要了。对于你，我不拍是因为我要求高，我觉得我如果拍的这张照片没有我之前拍的好，不能超越我之前拍的照片的话，我就不拍。我只想我每一张照片比之前好啊！我要让妹子在看，或者说让男人打开我的朋友圈，发现我永远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第二张永远比第一张好，第三张永远比第二张好。所以我不拍是因为我觉得我暂时是拍不出更好的了。但是兄弟们，你们不是，你们很多人，我看你们的朋友圈什么都没有，空的。你说这个时候你怎么能不拍照呢？而且拍照花的钱真心不多，真心不多。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认为场景背景它其实不是很花钱的。第一，有很多可以作弊的方法，美其名曰叫作弊方法，那么的说难听点就是蹭啊。我说话比较实诚，就是有时候你是可以蹭的。你可以比如说你朋友有一辆好车，或者说你某个亲戚家里环境比较好，或者说你一年四季你肯定难得会吃一顿好的，对不对？家庭聚餐啊，什么逢年过节同学聚会啊，你难免你会吃一顿大餐啊，这个时候不就可以拍照了吗？我不是说让你单独去开一个好的5星级酒店，或者说去租豪车，或者说去打卡什么牛逼的地方啊，吃什么高贵的餐厅，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你一年你肯定多多少少是有这样的机会的，是有这样的机会去到这些高端场合的。那这个时候你顺其自然的拍一张照片，拍2张照片，那就不就很好了吗？啊，那不就很好了吗？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认为展示面花的钱更多的是你的准备工作，比如说你在拍照之前你要做发型，因为你都拍照了，你肯定要把妆造搞一下呀，你要做发型，要化妆，也就是这些可能花钱，其他的根本就不用花钱的。你看我那个包括我出国我拍照也不花钱，都是在海边拍啊。你为了把妹专门整容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对对这些钱都是没必要的。好，首先第一个展示面这个钱一定要花，一定不要在展示面上省，因为展示面真不要钱，真不要钱，又不是让你他妈租个劳斯莱斯来拍的，租个私人飞机的。你要真能拍得了私人飞机，我说实话也很值。我认为私人飞机1万块钱一定是值的，如果有机会让我能拍私人飞机花1万，我一定拍，我觉得很值。为什么？我再讲一下，这个照片是你的东西，是你可以一直用的，你5年前、5年后、10年前、10年后你都可以用。我现在有时候还会用我15年的照片呢，真的。我记得我16年、15年有点夸张了，我17年我去土耳其的照片，我有时候现在还会拿出来用，跟妹子聊天。就比如说跟妹子聊到旅行这个话题了，妹子会说，哎，你去过哪些地方玩？我就跟她说啊，我去过，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叫土耳其，啪啊，就给她分享一下照片。你会发现这个照片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有机会能用，甚至过几年我还是可以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这个如果说10年前大家认可的地方，10年后肯定也认可。比如说你5年前你去到美国，去到英国，你去到伦敦、巴黎，你拍了一个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对吧？在巴黎铁塔下拍了个照片，那么10年后一样可以用。因为这个巴黎铁塔它永远是炙手可热的，它永远是旅游的就是大家朝圣的地方。你10年前你拍这个可以去放在你的朋友圈，可以用，可以吸引到别人。那么你10年后、20年后一样可以用，所以这个照片是不亏的。很多酒店也是，很多好的酒店10年前它可以它是好的酒店，10年后它也是好的酒店。特别是我们现在房地产
不像以前是那种井喷的年代，现在是个存量年代。现在建的这几年建的酒店，我敢预计10年后一样是比较牛逼的酒店。比如说这一次我去到香港，我就发现香港有那种老酒店，就是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四季，在中环那个酒店，它几年前就建好了，但是几年后它依然非常的热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造的这些很多牛逼的地方啊，就现在的很多这些牛逼的地方，10年前10年后它都是这个照片都是长盛不衰的，都是常青树。所以说拍照一定是不亏的，花多少钱都是不亏的，因为持久啊，持续性比较强，可以用很久，可以用很久。但是记住，不要去拍那种昙花一现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刚好最近被炒热了，最近比较火，但是你明显知道这东西它是网红的，它是昙花一现的，过了1年2年可能就不火了，这种千万不要拍啊！这种因为你拍了只能火着半个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个叫我印象里有个比较火的地方，飞盘。比如说飞盘这个项目，我的记忆里面它好像只火了1年。你说当时它很火的时候，你觉得它火，你去拍了，你拍了一个飞盘的展示面，那你过1年之后就不能用了，它不是经久不衰的，你一定要拍经久不衰的东西。这个东西花钱是多少钱都值得的。比如说私人飞机多少钱都值，因为私人飞机100年后也会有用的啊！100年后也不是说大家不坐飞机了，坐他妈飞船了啊！我只举个例子啊，不是说非得让你去拍的啊，不要断章取义我的话，因为我想拍不一定能拍得到。这是展示面。第二个是可能这个时候有很多兄弟说，那我花在形象上面的钱是不是一定值？哎，我告诉你们，其实不值，这个是要颠覆你们认知的。我反而认为花在形象上面的钱不一定值。为什么？我给你们娓娓道来。首先第一个，形象上面的钱，如果你想起到立竿见影的或者说天翻地覆截然相反的效果的话，你所花的这个钱它的数额非常巨大，非常巨大。一般的哥们儿，我相信听我直播的哥们儿应该是承受不住这个费用的啊，它是非常昂贵的。比起某个什么几千块钱的私教啊，1、2万的门徒，我觉得这个他妈的这个费用太贵了。很多哥们儿老是咨询我医美的问题，就把我当成医美博主了，问我说老吴，你觉得我哪里动一下比较好？这个动这个会不会改变很大啊？然后我问他你有多少预算1、2万块钱。我说1、2万块钱你肯定没有太大的变化，的，你还不如就报个名学习一下呢，报个私教什么的。所以说如果想跟我学习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老吴情感全拼，可以添加到我啊，链接到我跟我学习。我自己不就花了10万，我花了没有10万啊，就大几万。而且我跟你说啊，我花这几万其实改变没那么大，改变真没那么大啊！你如果觉得我改变大的话，我可以发一张我术前术后的照片给你看，其实对我改变没那么大。但是公子改变挺大的，实话实说，因为我本身底子没那么差的，所以说改变就没那么大。我说实话大家想听真实情况吗？就是我做完之后，恢复期结束之后拆完线，我对着镜子照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后悔。其实当时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觉得改变没那么大，但是你不能说完全没改变，它确实是锦上添花，它是有一点好的，不能说完全没变化，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值这么多钱，特别是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啊，我又没有多少钱，我觉得花了这么多钱，改变就这么点啊，不太大。所以说我要告诉兄弟们，你在做医美之前，你一定要想想你的五官的底子是什么样子的。你先考虑2个东西，第一个你的五官底子怎么样，第二个你的预算有多少。你千万别做那种梦，觉得自己花1、2万块钱
2、3万块钱你就能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肯定不行啊，说明钱花的不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的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如何把钱花的超值，对吧？那你说花的不够，那不就不值了吗？我当然知道花100万我能成为一个不一定能成为顶帅，但是我肯定比现在帅很多，我当然知道了，我当然知道花100万我可以变得很帅，但是值吗？它不一定值啊。还要考虑一个年龄问题啊，比如说你现在20出头，那你可能你花钱变帅，它能用20年，能用10几年，但是如果你已经30岁了，你说你能用多久？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最多就用1年、2年、3年，就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20万预算能成为6分男吗？看你的底子了，实话实说。所以说这个钱花在脸上的钱，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就很值。如果你现在17、18岁，然后你底子很差，我操，你赶紧去做。底子越差的人其实越应该整容。有2种人越应该整容啊。第一种是底子非常差的，就是比如说又是大小眼、单眼皮、鼻梁又塌、脸上又有肉的这种，你这种你改变会很大。第二个就是五官底子很好的人，他做了之后会如虎添翼，就本来可能是个小帅，做完之后你能成为顶帅，这个改变是巨大的。因为小帅和顶帅在情感市场，甚至在婚恋市场，在社交市场里面，它的改变是巨大的。你小帅你可能就无人问津，你会被经常当成理发师，会被当成男模，人家给你的定义就是你是500块钱、600块钱的。但是如果你是个顶帅，那就不一样了，别人不会认为你是模子，因为人家知道你这么帅，你肯定是练习生，你要么就是明星，对吧？所以说在中国，小帅和顶帅可能只差 0.5 分，但是在市面上的欢迎程度那是差之千里。所以说如果你本来底子就是小帅，你整完容你变成顶帅，那就值，那就肯定值。或者说你本来很丑，你可以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变成一个小帅，那也很值。但是像老吴这种本来呢就是个普通人，从普通人变成小帅了，说实话也没有改变那么大。就我本来可能是个 4.5 分，我弄完我本来是个5分男，我弄完我变成 5.5 分了，我觉得就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说这个就不对，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就得你千万不要听别人的意见，你要联系自身，你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啊。所以说花在脸上的钱，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很值，有些人不值。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值，叫护肤，护肤是非常值的。护肤和妆造这2块形象有关的东西，在这2块花的钱是非常值的。特别是如果说在细剖一下，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比如说先说护肤，首先护肤的第一道工序是什么？是洗脸，对不对？洗面奶。洗面奶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油皮，你是他妈大庆油田，那你这个很值，你一定要买一款氨基酸的洗面奶，买好的。但是如果你跟老吴一样是这个混合肌肤，或者说你是干皮，你是撒哈拉沙漠，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干皮对这个洗面奶的这个成分要求特别考究，很容易洗错起到反作用，就是带碱性的那种洗面奶。而且对于干性肌肤的人来讲，其实洗面奶作用不大，因为本身干皮就不容易脸脏，就是你用清水洗脸其实跟用洗面奶洗影响没有那么大，我不是说没有，所以这个洗面奶就其实没必要花钱，这个钱就可以省。然后第二个工序是什么？是那叫什么爽肤水啊，这个我跟你们讲没必要也没有必要花钱。第3步叫面膜，敷面膜。面膜这东西我跟你们说实话也不要花钱，因为面膜这东西如果不是一张单价面膜超过20到30以上的，千万不要敷，你会把脸敷烂掉的。
很多网上那种淘宝上、某宝上面，就是你平均下来每张面膜只有2-3块钱那种，你真的敢敷吗？我操，那种面膜你不怕把脸敷坏掉，你还不如不敷呢，你敷了反而起反作用。所以说面膜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花钱，因为真正能起到效果的这个是要坚持敷坚持敷好几年的，而且也比较昂贵啊。面膜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其次是那个面霜，面霜的作用是保湿锁水的，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了，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面霜是我认为最值的一个护肤品，就这个面霜花多少钱都值。首先为什么呢？第一个，面霜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肌肤，你冬天你要是不敷的话，你的脸都会干裂，特别是北方的兄弟们，你冬天一定要涂这个面霜。而且面霜它其实主要就一个功能，就是保湿的，所以说它价格不会差太大，就是贵的也不会特别贵，所以这个很值。还有第二个还有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比较值的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精华，叫脸精华。这个东西也很值，因为这个东西是护肤当中唯一有效果的，就效果比较大的。比如说那个叫兰蔻的小黑瓶啊，雅诗兰黛小棕瓶什么的，就是有夜精华，晚上用的，也有白天用的啊，这个就很值。因为精华是妹子唯一会舍得花几千块钱买的东西，因为这东西是真有用，它不是像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没啥用，这东西是真的能抗衰的，坚持用是真的会让你皮肤更紧致的，跟医美效果差不多的啊，这个就很有必要了。护肤没有医美修复来的直观，但是贵呀，医美这东西要坚持做啊。你知道那个韩国有个丽珠兰的这个水光针，打一次1万多，换算到国内是他妈3-4万。国内你打一个超声刀啊，美刀还是不管是美式超声刀还是韩国超声刀，你去做吧，一次几万块钱，你一年至少做2-3次。那么你还是钱的问题嘛？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把钱花的超值，是不是？有些人而且还没效果，对，要热玛吉，不是热吉玛，哥们，热玛吉和这个超声刀一起用，而且2个要一起用，那这个成本又高了啊。哪家精华好？就那个雅诗兰黛的雅诗兰黛，所以这个是很值的精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值的是防晒，防晒很值。因为防晒这东西它是必需品，防晒你如果钱花的少的话，它防晒效果没有，你不仅起不到作用，你晚上回去还要卸妆，很麻烦。但是如果防晒效果好的话，你出去玩你就不会晒黑，这是最直观的，对吧？一黑1个度，那你整个人的颜值就直接下降了。我们都知道一白遮3丑，对不对？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防晒是必涂的东西，防晒的效果一定要有用。那么怎么保证这个防晒的效果好呢？毫无疑问就买好一点的。这就是护肤的一些介绍。如果想了解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单品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全称老吴情感，我可以发你一个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单品，护肤单品给你介绍一下啊，可以我不是带货的啊，就是我自己比较认可的啊，添加一下我的微信老吴情感啊，我可以给你发个这个东西，你看一下啊，这是护肤的。还有一个妆造，我觉得也很值，为什么呢？比如说好的这个干胶，好的发泥，这个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好的干胶发泥它不是很贵，它最多也就几十块钱，100来块钱。还有一个好的吹风机，这些东西它不是很贵，但是如果你用烂的发泥，你用烂的那种发胶，我操，省不了多少钱，还能让你的头发可能干枯，影响你的发质，甚至让你脱发，影响你的头发这个头皮，影响健康。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很多哥们儿你喜欢做头发，你喜欢喷发胶搞发泥，梳那个大背头什么的，就那个大背头用发油
复古发泥那种，你一定要用好的。这个头发的东西，因为我们男人的头发太重要了，我是真的要告诉你们，头发太重要了，发量发质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所以说千万不要用那种垃圾的发胶和发泥，而且你的护发素、洗发水也特别重要，千万不要去网上买这种便宜的。我记得网上有一种便宜的，像什么叫那种男士专用什么洗发水，我操，千万不要买这种。千万不要买什么男士专用，我跟你们讲，看到男士专用千万不要买，就买女生用的啊，就买贵的，因为头发太重要了。你长得再帅，你头发没有什么用呢？我跟你讲，女人宁愿选择一个黑皮，女人宁愿选择一个胖子，宁愿选择一个矮子，人家也不想选择一个秃子。人到30，头发太重要了。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意识到头发太重要了，我以前就没有注意到这一块，没有注意到去养头发，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你们头发为什么发质受损，就是因为你们用了不好的洗发液、洗发水和不好的护发素，还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发胶、发泥这些东西，所以用在头发上面的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啊，因为好的也贵不了多少，这个钱是值的。特别是护发素，护发素很重要。然后就是妆的话也是一个道理，因为化妆，你如果说用的是这种垃圾的化妆品，你的皮肤是会过敏的，是会长痘痘的，特别是敏感肌，像我这种肌肤很容易，你今天卸妆卸不干净，或者说你化妆用的这个化妆品质量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冒好几个痘啊，特别丑。所以说化妆品你要么就不化妆，你干脆就不化，或者说你出门去那种找化妆师化，一般化妆师他用的都是大牌的化妆品，至少对你的皮肤没有损害。要么呢你就自己你存几个月的工资，你要么不买，你买一套好的化妆品，因为好的化妆品它是可以用很久的，我觉得至少能用1年，你平均下来，平均到365天，每天也花不了多少钱的。特别是有些哥们儿他平时也不化妆，他只有约会才化，只有出门搭讪才化妆，那你用的更久了，你可能能用1年半，能用2年。所以说这个化妆品是很值的，而且好的化妆品也就千把来块钱，也贵不了多少啊，这个化妆品也是很值的啊。所以我认为在形象上面怎么把钱花的超值，就是第一个护肤里面的保湿霜和精华，还有防晒，这是护肤里的。妆造里面的所有跟头发有关的，还有这个化妆品，这些都是很值的，花的钱都是很，但是眉笔无所谓啊，有一个例外就是眉笔，因为眉笔他妈的贵的便宜的都一样，你买个10块钱的就行了，淘宝上。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口红啊，当然兄弟们是不涂这个东西的，润唇膏吧，润唇膏这个也无所谓啊，便宜的也行。其余的什么粉底、底妆、粉底液啊、定妆粉这些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好，这个是妆造方面。然后接下来讲下一大块，就是衣服。衣服我认为呢看情况而言，如果你是做着以下这种工作，就是你的工作是经常要抛头露面的，甚至你的工作形象很重要，比如说你是一个房产销售，你是一个卖保险的，你是男模，你是主播，你是理发师你是这个歌手，驻唱歌手，你是酒吧营销，就是只要大凡你这个工作是需要跟形象搭边的，那你衣服一定要买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买了一件好的衣服，不光能够对你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对你的把妹也有帮助。说白了，既能帮你赚钱，又能帮你撩妹，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啊。但就像我做的这个工作，说句实话呢，其实不是很看重穿搭的，因为哥们儿你们当然也看，也不能说不看，就是没有那么看，但是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也会抽空去经常看看有实体店有什么好的衣服，我就买一套。但是这个衣服呢买的多没有意义，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他同时只能穿一套衣服。你家里的衣柜里面好衣服再多，你哪怕有他妈几百件，你也同时只能穿一件出去约会，也只能穿一件去拍照干嘛的。所以说衣服这东西重质不重量，对吧？重质不重量，有1件到2件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有1件好的就行了，每个季节有1件好的就行了。春夏秋冬有1件比较好的，各有1件，比如说1件好的外套，1件好的衬衫，1件好的 T 恤，还有1件好的这个冬天穿的那种比较厚的风衣，那种棉外套什么的啊，就准备4件比较好的就行了。然后理论上讲，男人的衣柜里面一定是要有一套好的正装的啊，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你的工作不是那种每天要出入正式场合的，比如说干金融的，这种你就不需要买了啊。像我就没买啊，所以衣服不要买太多，就买1、2件好的。这个衣服就是你的战袍，以后每次撩妹你都穿的那种。这种，然后拍照的话，你就穿那种廉价的衣服，因为拍照这个衣服的质感是看不出来的。你买100块钱的衣服和1000块钱、1万块钱的衣服，其实是照片也看不出来。所以说拍照没必要穿那种好的衣服，但是平时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春夏秋冬4个季节各有1件比较好的衣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觉得我分享的有干货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是老吴情感啊，老吴情感，添加一下。好，这是穿搭方面，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涉及到你在自我身上花的钱比较值的东西的，就是学习啊，就学习。我始终认为，这个是我从小我就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花在学习上的钱多少都是值的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再穷不能穷教育，真的跟教育有关，跟学习有关的，这个钱真的花多少都值。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你花了钱，它是直接可以变成你的东西的，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的，可以转化成你的干货的。就像我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我平时学习学到的东西，对吧？比如说你去学习什么知识付费啊，比如说教你是一个程序员，你去学一些C 语言、爬虫语言的这个课程啊，你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比如说你是金融行业的，你去花钱考一个 CPA、CFA 证，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是个学生，你想让自己的履历更光鲜一点，你花钱去大厂实习，你花钱去出国留学啊，这些钱都是值的啊，一定未来会给你赚回来的，你放心好了，它一定会赚回来的。在国外很多国家，那些学生人家可能会背着贷款去上学，就是因为别人认为以后他工作了之后，这些贷款都是可以还回来的，都是可以赚回来的。这是一笔非常可贵的投资啊！当然了，如果这个学校不好呢，那就不行了，一定要是好学校。包括这个你学任何东西，你一定要挑准好的老师，不管你是学唱歌，你学跳舞，学画画，学乐器啊，包括你找个健身教练，你找个搏击教练，打拳的，教你打拳的，都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靠谱的老师啊，靠谱的教练。要不然比如说你学这个防身术，你去防身术，你学完之后这人跟你很敷衍，你以后真的遇到危险了，你发现我操，我这些学的一招半式用不起来了，你打架打不过别人啊，都不能说打架啊，你防不了身了，你遇到歹徒防不了身了，那就没有用啊，就浪费钱。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有些哥们，你选的那个健身教练，你跟着他，你锻炼了半年甚至更久，你发现没什么变化啊，没什么改变，那你就说明你这个教练这个钱就白花了啊，就肯定是要有变化的啊，变化多少就不好说，但一定要是有进步的。还有就是我是其实不建议你们去买很多书的，因为其实我很了解很多哥们儿，你们就买那么多书放在家里也不会看的啊，
就买回来也是充点门面的，也不会看，所以说书就没必要花什么钱。你多有钱，你可以去买那种知识付费的课，然后你睡前你放在旁边听，你每天磨耳朵，就跟听那个英语广播一样，你磨耳朵，你每天睡前听着，你今天听可能没有任何变化，你坚持1年，你每天听一个逼讲他妈的知识，比如你今天听这个人讲旅行的知识，明天听那个人讲地理，后天听一个人讲天文，再后天听一个人讲历史，你听得多了，1年2年过去了，你自然你肚里就有货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他的记忆的形成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你如果只是听了几天，就像你听我直播一样，就像很多哥们儿，如果你不是坚持听我直播，你只听了2天，你一定没有任何变化啊，你肯定学不到任何东西，你就听着玩的，你不会上心的，我讲的很多干货也不会进入到你的脑子里面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坚持。那怎么样去坚持呢？其实就是报名学习，因为你花了钱了，你才有动力，你觉得自己花钱了，所以就该好好学习了。你要是每次都听免费的干货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动力的去把这个知识吸收的，因为免费的东西你不会珍惜的，只有你自己投资了钱你才会珍惜。所以我认为花钱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花了钱你才会重视这个东西，你才会重视，你不花钱你始终不会重视这个知识的，真的，这是真的。我印象里我旅行最值的一次，就是因为那次旅行我报名的那个旅行团是一个小团，就是花了很多钱，所以我觉得我花了很多钱了，那我一定要赚回来，所以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就非常的细心，非常的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做到超值。但是如果我想一想，如果我只花了5000块钱，如果我是跟团游那种就是大锅饭，那我肯定就很心不在焉了，我出去玩就走马观花了，因为我觉得反正就花了几千块钱只要拍张照就值了，不玩也行。所以说如果你在学习方面你花了钱，你投资了，你才会珍惜。当然不管是学习还是别的东西，其实你花的钱越多你越会重视这个东西。就像很多哥们儿，你去追女生，你给一个妹子花了钱，你就会重视她，你就会产生真命天女症，变成龟男。为什么呢？因为有沉没成本啊，你在她身上花了很多钱了。其实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学习如果花了钱，你也会重视起来的。而且学习跟女人不一样，女人她不会把钱吐给你还给你，但是学习她会在以后在未来把钱还给你的，知道吧？你投资的金钱都是有回报的。所以在学习上花钱我是一点不马虎的啊！如果有条件有时间的话，我甚至还想学个日语啊，因为我只会他妈2-3句。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啊，我只会说这种1-2句。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要不断的提升啊，学习也是花多少钱都是值的啊，这是投资在自己里面最值的一块。至于以后至于还有哪些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叫租房。租房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值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想一想，租房如果说你租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租了一个地段很差的房子，租了一个装修很烂的环境很差的房子，小区很廉价的房子的话，你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吗？我给你们分别来剖析一下有哪些恶劣的后果。首先第一个，如果你的房子很小的话，你就会特别压抑，你每天就会像坐牢一样，你等于花钱买罪受。就你每个月房租，比如说在上海这种地方，一个20-30平的房子，一个月可能也要几千块钱，你花几千块钱一个月，你买来的不是幸福，是他妈的罪，是受罪的，是他妈的跟蹲牢房一样的感受。所以你还不如再多花点钱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啊。首先一定不能小，第二就是你的房子这个一定不能环境烂。为什么呢？同样的道理，环境烂，比如说没有窗子，
或者说窗子比较小，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家如果不开灯的话，跟晚上是没区别的，一片灰暗，你就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他妈黑暗了。但是如果你的家装修的环境很好，然后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你早上醒来伸个懒腰，然后旁边落地窗的明媚的阳光就洒在了你的床单上，你的心情立马好起来了，你立马有斗志开始新的一天了，立马想要去工作了，想要去努力打拼了，感受到能量了。对，但是如果你家很小很破，环境很差，你就感觉他妈醒来之后你不想起床，你只想在被窝里啊，你整个人是很消极的，而且很容易赖床迟到，你上班迟到又被老板扣钱了。你上班的时候，而且你如果你家这个环境不好，你是很消极的能量，你工作也不会特别投入的，你学习也不会特别投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的租的房子的地段也很重要。如果你选择了错误的地段，很偏，那你其实你也不光是影响你每天的通勤，你通勤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其次是因为你家很偏，所以你每天只想在家里当老瘪，缩在家里宅男，因为你知道一出门就要打车，或者说一出门就要坐他妈1个小时的地铁去市中心，你本能就不想出门，你知道吧？因为你内心会算账啊，会计算成本啊，你觉得出门就要花时间花金钱，你就不想出门了。那么你不出门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第一个，你把妹一定会有问题，你的情感生活一定会大大受到影响。第二，就是你的社交生活，你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会受到影响。你每天都在家里，你怎么可能过得幸福快乐呢？你都不接受外面的世界，花世界你都不领略，所以说一定不能偏。还有就是你家的小区也不能垃圾，如果你小区垃圾呢，你会发现你经常你回去之后，你隔壁隔音不好，你隔壁隔音不好的话，你在这里工作，你在家工作，你在家睡觉，旁边要么就是装修声音，要么就是小孩吵闹的声音，要么就是那种家里父母在那吵架的声音，要么甚至有那种小情侣这个声音，你就睡不好觉，直接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还有那种小区很烂，里面都是老头老太啊，都是那种杂七杂八的人，你一回家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你时间久了你会产生一个自我心理上的投射，你会认为我每天怎么都跟这帮屌丝住在一起，那我是不是也是个屌丝？你就会默认自己也是屌丝。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跟优秀的人住在一起，你身边都是牛逼的人，你也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个小区也很重要。说白了就是结合这一切，我认为这个在你的家花的钱一定都是值的。选择租的房子和你家里的布置都很重要，都很值，花的钱都很值，特别布置也很值。比如说买好的沙发，好的床上4件套，好的床垫。你买好的床上4件套和床垫的话，你会睡得特别香，你的睡眠质量直线上升。睡眠有多重要，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不光是影响你的健康，还影响你第二天的这个能量状态。你要是睡不好，你工作没劲，你把妹也没有动力，而且你还要买咖啡，你咖啡的钱都省下来了。如果你的床垫子比较舒服的话这个也很有必要。还有买一个好的音响，因为放音乐也是能缓解你的压力的。很多哥们儿，如果你工作比较压力比较大的话，你是有必要在家里放个好的音响的，这个很重要。好的4件套有推荐，越贵越好，兄弟。去宜家，你去你城市的宜家，你去选，你自己躺上去。你这个床垫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你一定要到实体店去买。为什么呢？到实体店你可以自己躺上去，你自己感受一下，你想象一下自己躺在上面舒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要买，好吧？沙发床垫这些。还有什么呢？牙刷，像牙刷这种东西，牙齿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啊，你也不想你到50多岁你就蛀牙吧，你到50多岁你就吃不动饭了吧，到时候你有钱了，你想吃好吃的，你想吃米其林大餐了，结果自己牙他妈掉了，嚼不动了，看到好吃的他妈的很崩溃，吃不到只能看。所以说保护牙齿也很重要，一定要买一个好的电动牙刷，用好的牙膏啊，这个也很重要。好，以上就是我认为所有比较超值的消费